好，那买二卖四的话，我说中古屋的交易，你买的时候支付了2%，你卖的时候又支付4%，好了，可能可以给你扣一些有的没的。那再怎么样你买跟卖一趟3%的成本就不见了。好，3%呢，那你买1000万的房子，这30万呢？对，那还有一些什么契税、土增什么有没的，所以我们会说，你这样子一来一往差30万以上，以上的这个价钱，那你是不是以30坪的房子，你一坪要涨1万了？就拿去支付这些所谓的交易成本。所以我会说，房子买了就不要乱卖的原因在这里，房地产的损耗很大啊，你买了你就不要乱卖。就我不是有开付费会员反正你是付钱给 YouTube 啦 ，YouTube 会再分我这样。他们来赖上问我问题已经好几题了，好几位都是这样，就是说他就看我讲高雄，可是他已经买台中或是买桃园了觉得高雄不错，他要不要把他已经买的卖掉来买高雄？我就跟他说不要我的立场就是说，房子的损耗磨损这么的大你看好一个地方，那你之前买你下的决策，我会告诉你，那也叫没有问题。房地产这么大的交易没有谁是抱着要赔钱的心态来做的，所以你当下你决定买你的桃园，决定买你的 A7， 决定买你的台中，那当下都是最好的决定。房子买了就不要乱卖先说结论，因为房地产交易是大钱啊，你那个交易太频繁会直接吃掉你大量的利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不要借人挂名买房就挂你自己的名字，你变人头这样。如果还没看到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房子买了就不要乱卖这是我们来聊一个会员遇到的问题。那我先描述一下情境，就是他先买了一间预售在台南，本来是预计要等小孩子出生顺便换屋，那现在遇到建商延后交屋就只能先买一间中古来住。那现在他的预售即将交屋，但是又卡到一个事情是，他工作被调到高雄，但现在住的中古屋跟要交屋的预售都在台南那去高雄上班就会变得很远，所以他打算要在公司附近再买一间又卡到第255层的规定嘛，对不对？就第7波信用管制，所以就要考虑要不要卖掉即将交屋的预售，把8成席位空出来买高雄附近这样。好，这很真实啊，就会发生这种事情这样。好，先说结论不要卖掉预售因为房子的交易是大钱跟大钱的交易，所以你刚拿到手你就卖掉，基本上我会说没赚什么钱，甚至有可能稍微赔到一点钱就看你的预售买多早啦。因为房地合一 2.0 的关系，所以你应该是要改变你的想法，去撑到5年以上第6年第1天再说。预售屋的交易或中古屋的交易都一样，大钱跟大钱的交易，那个交易的磨损非常的高，所以你要知道，就算去租房子也 OK 先不要去卖房子。那这一个会员提出的想法是说，干脆把这2间房子出租台南的然后再去高雄附近再租一间。这个想法我是认为 OK 因为这样子你至少不会马上遇到你的房地合一 2.0。虽然我知道自己有房子但不能住，还要跟人家租房子，这感觉很憋屈啦，很委屈，但没差。未来这间预售屋的涨幅应该是很有机会会让你觉得一切的委屈都值得，笑得出来。那你现在卖掉的话，会葬送掉非常大量的收益，因为预售一交屋就卖掉，就变成房地合一税 45%。你说你要装潢去抵扣，好，那是一回事。那这个45%以外，你还有那个中介的费用虽然那个可以抵扣了，但我实在是不推荐把房子当作股票这样子短期之内就去买跟卖它的交易的耗损非常的大。这个我八卦的时候我在讲还有另一个思考点，就是上班地方在高雄，那高雄现在的租金跟房价，我个人认为还不成正比就是说房价都涨，但租金没有跟着涨起来，这是滞后性，不是说以后租金都不会涨，这是很多老房东还在租以前的价格这样。好，所以现在等于你吃得到租金的豆腐，那你就来嘛，先租个1年嘛，看风向嘛然后安安稳稳的把你的预售什么的都交下来再研究嘛这也蛮 OK 的。最后你要知道，生活就是一地鸡毛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位会员遇到的状况其实就是我们买房自产的时候很常遇到的事情就叫做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为什么？因为房地产本身就是非常长线的布局。那像这位会员本来计划的好好的，预售屋交屋的时候刚好小 baby 可以一起入住，结果预售屋给他延期交屋，
那等到预售要交屋的时候，他又被调去高雄。哎呀，那你说他当初买房的时候设定的剧本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那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卡住了？就是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买房置产稳健为上的重要原因。因为房地产布局的周期实在是太长了。有一句话叫做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它放在房地产就会变成时间长了你什么鬼都遇得到所以真的不要搞什么极限操作，你这样容错率太低很麻烦啦。或是你去做那种跟政府对干的事情，你被抬出去只是刚好而已。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房子买了就不要乱卖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会员遇到的情况。他买了预售，本来打算等小孩出生之后一起住进去，结果小孩出生，预售在那边建商延迟交屋，结果他就被逼得只能买一间中古来顶。那等预售交屋的时候又遇到调单位那这个工作地点离这2间台南房子都很远，工作在高雄，所以他考虑是不是预售交屋之后马上把预售卖掉，空出这个席位去买那个高雄的房子。那我的看法是先不要，你房子买了就买了，有购买我的那个付费会员，然后来赖上问我问题，我都会详细回答嘛。反正你有来问过我，你一定有印象，我都会叫你说那个房子买了就买了，就不要乱动了这个我八卦一起讲那我的看法是，就房地产交易是很大的钱啊，你买了能不卖你就尽量不要卖，宁可你去租房子，等5年以后房地合一税只剩下 20% 那你要装潢要干嘛？你再抵就抵那不然就会变成你之前的这一段时间真的是白等。另外我也提醒你，房地产房市是很漫长的，很多你以为是很低概率才会发生的事情它就是时间长它就是喷给你看，所以不要去做什么极限操作，你要保留你的那个容错率以前大家这样干都没事，那现在不一定会是没事。光是看这次信用管制就知道，半年之内第2屋就变5成，第3屋自备贷款就变成只剩3成，你自备要7成这件事情怎样？几乎没有潜力可言，半年之内6月13号到9月19号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好，那你在买在以前的房子是不是不会去预期到现在今天这种情况？那你很可能就要翻车了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我居然还有观众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都会拍重大建设吗？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
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哦，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哦。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哦，700坪，高雄最大房仲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哦？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哦。那我付的中介费哦，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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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哦，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哦。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啊。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哦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哦，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哦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哦。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哦。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哦，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哦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哦，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哦。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啊，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哦。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这东西是这样，我先再讲一个案例新闻反正新闻一堆啦预售赔价实例3天成交，房仲现身，买方减到7起5字头物件。这个台中7起的案子它有列出时间轴这个我念一下，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案例是非常精彩的案例首先呢，他2022年11月，他用总价1850万买，2024 11月好交屋了他开1800万卖，他买1850呢，他卖1800呢。2024年11月他用1770成交，这样他也甘愿，为什么？这个就是他急着要下车赔钱也没差的情况，他急着要下车。当然我们判断不出来说这个是卖他合约价还是怎样，有没有私下跟人家拿现金，但是这个急着要下车表示什么？就是他当初买这个预售的时候，他可能是用第二屋，比方说8成极限一点8成5再另外办装潢贷去估的，那现在变成第二屋只能5成。然后他可能买很多间，他就变成急着要下车，这也是现场在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买预售的人你不要以为大家都赚钱，真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赔钱的情况有可能。我们高雄就有了这个没办法，这就是政令刚刚都在讲预售，我们讲点中古的事情，就是说房地产交易的损耗成本很大损耗成本最大的一条叫做那个中介费。对啊，你不要以为房子买卖是没有成本的，中介费以高雄来说，现在除了超过总价的东西，不然的话买2卖4大概还是惯例，买方2%，卖方4%。好，我讲到这边一定有酸民跳出来说没有，现在怎么可能收满？那高雄就这样嘛，因为高雄像我那些观众在买的自产用的房子，不是说1000多上下，这个以现在的时空背景来看，已经叫低总价，所以通常都是买2卖4这样子在收的那你能凹到多少，那你就去凹。好，那买2卖4的话，我说中古屋的交易，你买的时候支付了2%，你卖的时候又支付4%，好了，可能可以给你扣一些有的没的。那再怎么样你买跟卖一趟3%的成本就不见了。好，3%呢，那你买1000万的房子，这啥万呢？对，那还有一些什么契税、土增什么有没的，所以我们会说，你这样子一来一往差30万以上，以上的这个价钱，那你是不是以30坪的房子，你一坪要涨1万了？就拿去支付这些所谓的交易成本。所以我会说，房子买了就不要乱卖的原因在这里，房地产的损耗很大
啊，你买了你就不要乱卖。就我不是有开付费会员反正你是付钱给 YouTube 啦 ，YouTube 会再分我这样。他们来赖上问我问题已经好几题了，好几位都是这样，就是说他就看我讲高雄，可是他已经买台中或是买桃园了，觉得高雄不错，他要不要把他已经买的卖掉来买高雄？我就跟他说不要我的立场就是说，房子的损耗磨损这么的大啊，你看好一个地方，那你之前买你下的决策，我会告诉你，那也叫没有问题。房地产这么大的交易没有谁是抱着要赔钱的心态来做的，所以你当下你决定买你的桃园，决定买你的 A7， 决定买你的台中，那当下都是最好的决定。现在看到我的频道，然后在那边讲高雄重大建设会员影片那些觉得高雄很好，那又被这个政令卡住第255层，那想说要不要把它卖掉，然后来买高雄的这种，真的很多人我一律建议是就不要动就不要动，真的不要动，那个损耗太大了。你把它卖掉，你要买高雄，高雄涨了又怎样？那你就变成高雄，你涨了前面的1万2万块，大概都是拿去支付你未来交易的成本，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必要。所以我会建议是，你听我讲那么久了，你大概也知道，就是反正你买了你就不要乱动，你就安安心心的等，然后再存钱再买那第二5成就5成啊，第三屋7成就7成啊那你就硬存啊，不然怎么办就这样以稳健为圭臬去做操作，会理想很多，会理想非常的多。不要搞那种什么预售一交屋就卖掉然后什么卖掉刚买的，然后去买一个你觉得未来更看好的，你这样子操作你就是股票心态。股票已经有所谓的交易成本了，虽然大家都不当一回事，但是以房子你不能当股票这样子进进出出这样子操作，这样蛮危险的。我觉得它吃掉的那个利润可能都会，我说你那个交易成本可能都是需要你以2年3年的时间下去做打平的动作，没有意义啊真的是没有意义啊。那你看我们做高雄的自产，我们就买嘛，买了就放嘛，硬生生就在那边放嘛我们在卖，我们一趟周期都超过5年，那超过5年就不是很好那此时我看我的交易成本我都觉得还好。当然你可以说没差，反正中介费什么的我都叠给买方去付就好，好，你可以这样子想，那就表示你的房子要卖的比行情还高一点，那你就变相变得难卖了。难卖是也不见得不能接受，因为就是卖的时间比较久，又不是卖不掉。不要乱动啦，真的不要乱动啦你们比较少在做这个中古屋的买卖交易的成本真的很高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呢，高到一个我觉得那就不要乱动，会理想非常的多。高总价低总价的东西在我看来都一样，都有所谓交易的成本，所以我很纳闷就为什么这么轻易会提出一个什么卖掉桃园的刚买的，然后要来买高雄，这件事情就很不对的行为。那他们的解释的理由通常都是没差，课税给他课因为我刚买，我现在就要卖，我没有赚钱，我就不用缴那个税了。可是你要中介费啊，对啊，你要中介帮你找买方啊，真的是不太建议那个大钱的损耗有点严重，应该是说你要相信你当时你买桃园，你买台中你做的功课。那你现在看好高雄，你要自产高雄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把那个桃园卖掉或者怎么样。比方说你可以跟你老婆讨论，然后看怎么样在高雄再自产一间，或者你可以怂恿你的朋友来高雄讨论，然后看怎么样，那个都是方式，没有必要一定要走到说就要把我刚买的东西卖掉，去压一个比较好的地方，这你不觉得就是很股票的操作吗？然后这个房地产的交易的成本磨损这么的大，我真的是不建议你这样子做买了就买了，你要相信你当初当下做的功课，没有人是白痴你要相信你那时候做的决定，对你来说就是你那个时候最好的决定。